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日前借日媒透露，5月初将有25家美国军火商派代表到台湾讨论合作生产无人机与弹药事宜。有台媒炒作称，这是2019年以来首度访台的大型美国防务产业代表团，但岛内舆论并不买账，批评民进党里应外合，不榨干台湾绝不罢休。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介绍，这支军火商代表团将由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退役指挥官鲁德率领。去年9月退役的鲁德，军旅生涯后期几乎在印太地区度过，曾担任位于冲绳的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指挥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战略规划和政策主任。双方将会寻求提供先进技术和台湾企业合作发展无人载具。不过，有分析认为，双方能否合作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美企一般需要先获得政府批准，才能与海外合作伙伴联合生产武器。那我们都保持了乐观与支持。无人机的作战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在这种冲突当中，其实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吃重的。同时，如果一旦进入到一种长期的冲突当中，弹药的储存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会看到，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俄乌冲突经验的吸取，才会有这一次台美商业协会企图将若干家美国的军事承包商引入到台湾，并且探讨无人机以及弹药生产合作的那种相应的内容。成立于1976年的美台商会，表面上是一个所谓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以促进美国和台湾地区商业和贸易关系为宗旨，但实际上却是美国军火商和台湾说客为主导的游说集团，也是1年1度举行的美台防务工业会议主办方。因此，在军火圈颇具影响力。去年5月，拜登政府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取消了3个对台军售项目，包括 MH-60R 海鹰反潜直升机、E-2D 高级鹰眼预警机以及 M109A6 自行火炮。当时，该组织立马跳出来发公开信抨击拜登，并希望美方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并短期内能加速交付对台军售项目，且逐步提升台湾战备弹药储存。去年11月，该组织负责人韩如博还鼓吹，美军所需的武器数量和向台湾等海外各地提供的部分，仅靠美国生产难以补充，因此开始全面探讨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的构想。他表示，该计划正处于初期阶段，合作项目很有可能是技术上已确立的包括导弹在内的弹药，而非 F-35隐形战机等最尖端武器。他还放话称，双方合作生产武器最快将于2024年具体落实计划，共享机密性较高的军事技术也将成为课题之一。25家实实在在的军火承包商带来的是要在台湾生产弹药和无人机的这种所谓的想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其实是将台湾视作一枚与我们进行对抗的棋子，而不是视作一枚他要保护的对象。那么我相信这种状况、这种新闻的持续的曝光，会使得台湾社会的以美情绪持续的升温。我相信这种以美情绪的升温，会使得越来越多的，或者说会使更多的台湾民众认清楚，到底应该怎么与中国大陆相处，才能真真正正的保护住自己的和平。16号，在台湾大学举行的美国霸权的衰退和堕落研讨会上，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关中表示，两岸问题的症结是美国在制造台海危机，目的在打压中国大陆，阻止中国超越美国。因此，在两岸关系上改变现状的是美国，因为美国背弃承诺，掏空一中原则，以与台湾关系法取代美中关系的3个公报。那台湾问题是不是无解呢？我走到任何地方，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无解，很好解决，3点：美国尊重一中原则，大陆坚持和平统一，台湾放弃反中抗台，台湾问题就不会有战争。我的结论：两岸不合作，台海不会有和平；台海有战争，台湾一定被牺牲。在同一场研讨会上，曾担任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赵建民说，美国已从两岸关系的平衡者变成两岸危机的促成者。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介文吉则说，今年美国想把台湾往火线上送，推上战场，对美国言听计从非常危险，必要时必须跟美国说不，守住美军不入台的底线，尽快建立两岸高层间的沟通管道。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学员你好。对于美国军火商代表团将赴台探讨在台合作生产武器一事，您怎么看？我认为此举极有可能意味着美国在军备上支援台湾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也就是由传统的对台军售转为了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直接促成这一转变的就是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事。
因为俄乌战事使得美国甚至是整个北约的军备产能都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军队的需要，无暇顾及台湾当局的军备需求。但同时，美国又跟台湾方面签订了大量的军售订单，无法按期交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动了要在台湾岛上跟台当局合作生产军备的歪脑子。美国的花花肠子是：第一，可以利用台湾的场地与人力资源，尤其是利用台湾的芯片技术来共同生产武器，以解决美国的产能不足问题。第二，美方一厢情愿地认为，跟台湾合作生产武器可以一劳永逸地避免对台军售而引起的中国大陆的抗议与反制问题。第三，双方在台湾本土合作生产武器，不仅可以突破对台军售的数量限制问题，而且可以突破对台军售的质量与种类限制问题，也就是可以跟台湾合作生产很多进攻性的武器，甚至是连进攻性的中远程导弹都可以以弹药的名义来生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台合作生产军备的大门一旦打开，那美国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为台湾生产武器，而且未来还很有可能将台湾变成美国军备生产的代工基地与兵工厂，让台湾生产的武器能够出口到欧美等国家。如此一来，三方之间的军火库就基本上被打通了。那美台双方为什么要将无人机与弹药作为合作生产的重点对象呢？我认为美台这样做显然是因为总结了俄乌战事的经验与教训。合作生产无人机是因为在这次俄乌战事中，无人机发挥了其他武器无法取代的奇特效果。它的使用不仅可以避免己方士兵的大量伤亡，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机动灵活、以小博大的特点。而在美方不断渲染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中，无人机更是可以最为有效地突破台湾海峡天险的战争工具。当然了，无人机要真正发挥作用，还得天上的卫星进行有效配合。这就是蔡英文当局还想引进马斯克的星链系统的原因。美台合作生产弹药，是因为美方通过这场俄乌战事意识到了现代战争对于弹药数量的消耗是极其惊人的，能否及时供应充足的弹药，是能否赢得某场战争的前提。尤其是由于美国与台湾远隔重洋，一旦未来台海爆发冲突，美国压根就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为台湾提供及时与充沛的弹药。因此，美国思来想去，在台湾就地生产弹药就成为了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之后，台湾的主流民意从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两岸一定要避战，因为战争一旦开打，不仅岛内要面临着生灵涂炭的后果，而且70多年心血带来的台湾现代化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这也是赖清德不得不将自己的竞选主轴由抗陆保台转变成为和平保台的重要原因。接下来台海局势的博弈将会是避战与备战两种思维的对决与较量。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